第4个箱子是送到一间新创公司的收发室，外箱很普通，牛皮纸箱、透明胶带、货运面单，看起来就像每天会送进大楼的几百个包裹之一。直到收发室员工把箱子打开，里面不是商品，不是文件，也不是样品，是人。更准确地说，是一个成功企业家被像零件一样拆开、包好，像货物一样送回了自己的公司。这已经是第4个了，4名受害者，4个成功人士，4个被打包寄出的身体。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5年前同时出现在一本杂志上。那一期的封面标题叫“本市36岁以下成功者名单”。这不是乱杀，这是有人在照着名单点货。第3案，连环分尸成功者名单。逢魔时刻的招牌灯老是闪，我懒得修，因为它刚好让事务所看起来像有人在呼吸。我坐在办公桌前，手边是没喝完的奶茶，还有一叠写到一半的稿纸，上面是我正在写的怪谈。主角正要把手伸进桌子底下，我写到一半停住，因为我忽然想到，如果他真的伸进去，那就是他自己找麻烦。我咬着笔盖，看着桌角那张布丁狗贴纸。门被推开的时候，我连头都没抬，因为门铃坏了，所以开门声就是我的门铃。刘雨洁小姐。我抬眼看过去，制服、警用证件，还有那种不太敢大声呼吸的脸。又有案子？是的，连续杀人。我停了一下。几个？4个。很好，怪谈主角可以先不要伸手了。我接着问，什么形式？那名队员喉咙动了一下。分尸案。第4个在哪？城西一间新创公司大楼，收发室今天早上收到1箱货，打开之后……他没说完。我站起来，拿外套，带路。那栋大楼很新，玻璃亮得像在炫耀。门口的金属字写着公司名字，旁边还挂着一排奖牌，年度创新、最佳雇主、成长最快。人类真的很奇怪，活着的时候喜欢把成功挂在墙上，死了之后，墙上的成功反而变成一种讽刺。警方封锁线拉得很直，直得像想用规矩压住恐慌。收发室门一开，味道先出来，不是血，不是腐臭，是清洁剂，很重，像有人很努力想把现场擦干净，但擦得太干净，反而像在承认自己做过什么。箱子放在桌上，外箱普通，牛皮纸箱，胶带也普通。可我第一眼就看到封口边缘有一条很细很亮的反光线，像某种安全封条被撕掉后留下的残膜。队长站在旁边说：“我们有采验，胶带上有透明薄膜。”我看着那条薄膜，不要当垃圾丢。你觉得重要？不是觉得，它是习惯。队长好奇皱眉，接着问：“习惯？”对。我看向箱子说：“临时杀人会乱，连续杀人会形成流程，流程里最不容易改掉的东西就是习惯。”我在看货运面单，面单贴得很正，字体很清楚，像打印机刚换过墨。但角落有一个小小的条码，那不是一般快递条码，比较像仓储内部流转码。查这个。物流码？不是一般物流码，这是仓储系统用的内部码。凶手为什么不撕掉？因为他不觉得你们会看。我看着那张面单，人会小心自己觉得重要的东西。他没撕，代表在他的世界里，这种码太日常，日常到他忘了它也是线索。我蹲下看地板，收发室地板有一段湿痕，像刚被拖过。拖痕很直，从桌边到门口，然后突然停住。门外没有。拖地的人不会只拖到门口停。除非他只想拖掉某一段。我用手电照拖痕末端，果然湿痕边缘有一个很小的凹点，像轮子压过，轮胎纹不完整，其中一格缺了一角，像三角形被咬掉。
监控拍到送货的人了吗？拍到了，穿快递制服，戴帽子口罩，推着推车，只停不到30秒。把画面放大。队员把监控画面调出来，大家都在看那个人的脸。我没有，我看轮子。推车轮子转过去的一瞬间，轮胎花纹少了一小块，缺角跟地上的凹点一模一样。同一台推车。队长低声骂了一句。我看着画面，他以为你们只会看人，不会看轮子。队员问。所以凶手是快递员？不一定。制服能换，帽子能戴，脸能遮，但工具会留下习惯。这台推车很旧，轮子磨到缺角还没换，代表他要么很穷，要么很固执，两种都很容易被怨恨养大。我不需要看得很血腥，分尸案最容易把人吓到失去判断，但我只看3件事：切口、工具、流程。切口很整，不像乱砍。切面有很细的平行线，像电动锯或工业用细齿刀片留下的痕迹。我问医官，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？初步偏左，切入角度比较像左撇子的站位。前3案呢？也偏左。左撇子不是稀有特征，但连续4案角度一致就是特征。我又问，有固定痕吗？束带、绳子、胶带。有，皮肤上有压痕，很规律，不像临时抓握。那就不是冲动杀人，这是流程杀。什么意思？他不是在发泄，他是在重复一套程序，像做工，像交货。说到这里，我视线不小心扫到桌角，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布丁狗公仔，我盯了1秒。队长立刻问：那是关键吗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它很可爱。队长很无语。我面无表情补一句：你们不要每次看到我盯着东西，就以为我要宣判世界末日。队员差点笑出来，又硬憋回去。很好，人一紧张就会笨。我需要他们不要那么笨。我让队长带我去看前3案资料。停尸间很冷，冷到你会突然变得诚实，因为冷不让人演戏。前3位受害者资料摊开。第一个，投资公司合伙人；第二个，连锁餐饮老板；第3个，科技公司高阶主管；第4个，就是今天的新创公司创办人。职业都很漂亮，成功，有钱，被媒体写起来像光。我们一开始以为是仇富。我看着资料，仇富太粗。什么意思？穷的人不一定恨有钱人，但失败的人可能会恨成功者。队长沉默。我继续说，尤其是那种很努力过，但每次都差一点的人，他会慢慢相信，不是自己输，是世界偷了他的东西。我让人把4案证物照片全拉出来，外箱、封口、束带压痕、切口角度、轮胎印、货运面单。前3案外箱都不一样，有塑胶箱，有纸箱，胶带也不同。警方之前一直抓不到共同点，因为凶手很聪明，他故意换表面，但人最难换掉的不是表面，是习惯。我把第4案那条透明残膜的显微照放上去，再对照前3案。果然，前3案也都有，只是被当成包材垃圾。防拆安全封条残胶。一般人会用这个吗？不会，通常用在高价货或者需要防拆的物流，不是一般人每天拿来封箱，更不是临时买来就会用的那么顺手的东西。接着对照束带，4案束带压痕宽度一致，齿痕方向一致，同一种束带，同一种拉紧方式，同一个人的手。再看切口，4案切口角度一致，细齿痕间距几乎重合，同一把工具，同一种站位，同一套流程。最后是轮胎印。前3案其中2案其实也有不完整轮胎印，当时被当成搬运痕迹略过，但现在一看，缺角一样，三角形缺口，
一模一样，同一台推车。队长的脸色变得很沉。我看着那些照片，这个人很节省，或者很固执。更准确一点，他舍不得换。为什么舍不得换？因为他可能没钱，也可能因为那台推车对他有意义。我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，连环犯不只是用工具，有时候他是在用自己人生里唯一还能控制的东西。回到警局后，我不急着看嫌疑人名单。我们列了很多人，你不看？不看。为什么？嫌疑人名单是你们的猜测。我翻开政务表，我不想被猜测污染。我要先找凶手的习惯，习惯比名字可靠。我翻最枯燥的资料，监控时间轴、政务清单、出入记录、报修单、采购单、物流合作名册，甚至是你们嫌麻烦没看完的媒体简报。队员小声问：这些真的有用吗？人杀人之前会有想法，人杀人之后会有痕迹，但人在想法和痕迹中间一定要活着。我拍了拍那叠资料，活着就会买东西、租地方、修工具、欠钱、刷卡、填表，这些比自白可靠。真正的连结是一张照片，那是一张杂志合照，5年前本市一本商业杂志做过一期专题，标题很漂亮，36岁以下成功者名单，4名受害者都在那张合照上，穿西装，打领带，站在灯光下，笑得像人生已经被他们握在手里。凶手照名单杀人？不是照名单杀人。那是什么？照刺眼程度杀人。我指着那张照片，这份名单不是目标，是他的神像。队员没听懂，我翻成白话说，他每天看他，每天恨他，恨到最后，他觉得只要把上面的人一个一个处理掉，自己就不会那么失败。下一个也在名单里？一定。我把名单摊开，一共12人，已经死了4个，剩下8个。先查最近谁最高调。队员很快把公开活动整理出来，其中一个人最醒目，白应晨 ，AI 医疗平台创办人，这周刚上新闻，3天后要在创业论坛演讲，社群置顶还放着活动海报，像在跟全世界说，我很成功，你们来看。我看着那张海报说，先保护他。队长立刻安排人手。我补了一句，不要只保护演讲现场。为什么？因为凶手不一定在台上动手。我看向那张名单，他喜欢把人变成货，那他真正需要的不是舞台，是收获点。面单上的流转码也查回来了，它只对应一套仓储系统，城北工业区一间小型外包分拣仓，不是大型快递。那种地方人少，货杂，监控就最适合有人在里面做手脚。更巧的是，那间仓库3个月前有一台推车报修过，报修原因轮子缺角，但最后没有更换，原因是欠款未结。我听到欠款2个字，就知道方向更清楚了。再查3件事，左撇子，近期债务或强制执行，曾经参与过那份成功榜单相关活动的人。为什么要查活动？我指着杂志合照，因为这种恨不会凭空长出来，他一定在某个时间点看过这些人站在光里，而他站在光外面。资料很快回来，有一个名字被圈出来，任时奇，41岁，曾经做过仓储物流场控，5年前参与过那场成功者名单颁奖活动的外包执行，后来自己创业做智能仓配，失败，欠债，被法院强制执行。住所不固定，目前租用城北工业区一间小仓库。还有一点，他是左撇子。队长看向我，我说别急，还差一件事。白应晨。队员查了白应晨最近行程，果然
他收到过一封邀请邮件，寄件人伪装成当年那本商业杂志的活动窗口，内容是成功者名单10周年回访拍摄，邀请您携带一件象征创业起点的物品，到合作仓储摄影棚完成拍摄。时间就是今晚，地点城北工业区任时奇租的那间仓库旁边。队长脸色变了，他要动第5个了。走。城北工业区晚上很安静，仓库一间接一间，灯亮的很少，风从铁皮缝里钻进来，像有人在低声喘气。我们到的时候，白应晨还活着，但情况不太好，他被绑在仓库里一张折叠椅上，嘴被胶带封住，脸色发白，眼睛里全是恐惧。旁边放着纸箱、束带、防拆封条，还有那台缺角推车，轮子缺了一块，像被咬掉的牙。任时奇坐在仓库深处，他没有逃，也没有躲，就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我们进来，像早就知道这一刻会来。队长举枪喝令，任时奇双手举起，他慢慢抬起手，表情很平，平到不像一个被抓的人，比较像一个已经把自己的人生放弃很久的人。他看着我，忽然笑了一下。刘宇杰。我咬住糖，没什么表情。你认识我？乌林市警方常请的外援侦探。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像是在打量一件终于送到面前的货。年纪25，个子不高，脾气很差，听说脑子很好。队长在旁边咳了一声，我看了队长一眼。你们连这种东西都往外讲？队长立刻别开视线，任时奇笑了。不是他们讲的，是我查的。你查我干嘛？他看着墙上那张成功者名单。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到最后一定会把你叫来。他声音很轻，却有一种压了很久的不甘。他们说你很聪明，说你拆过很多不可能的案子，说你是乌林市最麻烦的那种人。那你运气不好。他笑了一下。我运气一直不好。这句话很轻，但里面有很多年末倒掉的苦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我只是想知道一件事，如果连你都看不懂我做的事，那是不是至少能证明我不是废物？仓库里安静下来，我看着他。这句话比他墙上那张成功者名单更难看，因为那不是炫耀，是求救。只是他求救的方法是把别人切开，装箱，再寄出去。我淡淡开口：那你更倒霉，因为你不是输给我，你是从一开始就把题目写错了。我看着墙说：你把他当代办清单。他们本来就是名单上的人。成功者名单？他笑着说。听起来多好，36岁以下成功者，像是世界亲手替他们盖章。你也想在上面？他的表情动了一下，我知道我戳中了。我也创过业，我也写过企划书，我也熬夜借钱，拜托人，跪着求投资。他抬起眼睛。可是没有人看我，他们看都不看。他们站在台上说努力会被看见。他笑着说。骗人。所以你杀了他们？他们该知道自己也只是货，被包装，被标价，被运送，跟我那些卖不出去的货一样。所以你把他们打包？对。他们不是很成功吗？成功到最后不也只能被我装进箱子里？队长皱眉，忍着怒气。我反而很平静，因为这种人最怕的不是骂，是被拆穿。你不是恨成功，你恨的是你没被选上。他的眼神沉下去。你不是觉得世界不公平，你是不能接受自己输了。任时奇的手指微微发抖。所以你找了一张名单，因为有了名单，你就不用面对真正的原因。你可以告诉自己，不是你失败，是他们偷走了你的成功。
我走到那台推车旁边，用脚尖轻轻碰了一下缺角轮子。你看，它坏了，你不修。你的人生坏了，你也不修。你只是拖着它，一次又一次，把别人推进你的恨里。任时齐沉默很久，然后他低声说：杀了我。队长冷冷说：你有权保持缄默。任时齐没有看队长，他只看着我。队长挥手，手铐扣上的声音响起。咔！任时齐被带走时，还在看那张墙上的名单，像一个信徒被脱离自己的神坛。案子闹得很大，第4位受害者是新创卷名人，第5位差点出事的人又是最近最红的创业明星。媒体把警局外面堵得像跨年，记者一直喊：连环分尸凶手抓到了吗？警方是不是无能？为什么拖到第4个才破案？警方头很痛，我也头很痛，但我头痛是因为吵，不是因为压力。队长问我要不要出去讲2句，至少让大家知道是你破的案。我直接拒绝，不要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被拍，也不想被当英雄。英雄很麻烦，会被期待，会被消费，会被追着问下一案。我只要一件事，把委托费给我，然后放我走。队长沉默2秒。你真的很现实。谢谢。我从侧门离开，避开摄影机，避开喊叫，也避开那些急着把恐惧剪成新闻标题的人。走到街口时，我抬头看天，没有月亮，只有黑。黑得很干净，像这座城市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我忽然想到那张成功者名单，成功的人死了，失败的人也毁了。到头来，没人真的赢。我吐了一口气，不是感动，是疲倦。然后我转身走向街角那间甜品店，玻璃柜里的蛋糕亮得像救赎。我站在门口，终于觉得今天还算有一点值得。至少我可以吃一顿好的，让嘴里的甜暂时盖过这个世界的苦。